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我在跟一个法国朋友聊天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说了一个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，叫躺平。我的这个法国朋友呢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，可以说是半个中国通。什么是中国通呢？就是那些对中国的情况、中国的历史、中国的文化特别了解的外国人，我们把这些外国人叫做中国通。但是呢，我说他是半个中国通，那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彻底的、完全的了解中国的情况，但是他已经是非常厉害了。这也许是他在中国住过几年，可能有关系吧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躺平这个网络流行词。同时呢，也想聊一下，就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，在中国出现了躺平这样一个词语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网络上对于躺平这个词语，它是怎么解释的。躺平呢是指无论对方做出什么反应，你内心都毫无波澜，你都不会有任何的反抗，任何的反应。在某种情况下呢，也可以表示，就是你已经不再积雪了，你已经不再积雪沸腾了，就是说已经不是那么渴望成功了。如果你们不知道积雪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。在这个视频里面，我跟大家聊了就是中国孩子的现在一种教育的困境吧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家长们那种积雪的状态。我觉得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思，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，然后去听一下我在里面说些什么。你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竞争非常的激烈，很多年轻人呢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，才可以为自己挣得一个好的前程，然后挣得一个更好的生活。那比如说就是可以升职啊，可以赚更多的钱，然后买房买车结婚，给自己的小孩更好的教育等等。所以呢，现在在网络上有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流行的词语呢，就叫996。996的意思就是说每天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一个星期工作6天的意思。可想而知，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压力是非常的大。我听说呢，在中国一些工资非常高的网络公司啊、信息公司，都是996这样一个状态。所以呢，在中国有很多网络公司，他们的工作环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我也有跟朋友聊起过这样一个现象吧，就是我觉得在中国，比如说在上海，有非常多的外企呢，你会发现，就是你走进公司，他们的装潢都是非常好的，然后呢，大部分都是在非常高级的写字楼里面。那每天你走进办公室，就是一种非常赏心悦目的感觉。但是呢，身为发达国家的加拿大，我去面试了几家公司，包括是我去实习的公司，还有听我在加拿大的一些朋友的描述呢，我发现就是加拿大的公司的办公室，就是那些装潢都是非常普通的。比如说在中国的很多公司，公司呢会给员工提供员工餐厅。这个员工餐厅呢，就是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天南地北，你想吃中餐也好，想吃西餐也好，就是面面俱到，什么都有。然后呢，有些公司还会给员工提供健身房、休息室这样子。那
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公司制造这样好的环境呢，确实是为员工着想，想让员工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有就是非常舒适的感觉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也是想让员工把公司当家，然后可以更好的为公司卖命这样子。而且在中国有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现象，就是说，公司里呢都喜欢在微信上面建一个工作群，然后比如说同一个部门的员工，然后呢就会有一个在微信上面有一个工作群，往往呢是在下班以后，或者是在周末的时候，某些领导就会在群里交代一些工作啊，或者讨论一些关于工作的事情，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现象，因为就是常常占用你本应该属于你自己的休息的时间。然后之前呢，在网上有一个非常好笑的新闻，就是说，有一个网络公司，然后呢，其中有一个同事，因为在12点之前，没有回复工作群的一个微信，而一夜成名。为什么一夜成名呢？因为他没有回复工作短信的原因呢，是他12点之前他睡觉了。所以呢，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会一夜成名呢？所以说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说，年轻人都不是12点之前睡觉的，而且呢，你工作的群、工作的微信是一定要回的，就是那么个意思。然后呢，网上就有网友评论，他说，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，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正常人而成名了。然后还有一个网友呢就说，12点之前睡觉难道不正常吗？所以就是这其实就是有一点搞笑的一个新闻，但是也充分说明了现在中国的就是有一点点畸形的一种工作状态，一种工作的压力吧。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工作强度下呢，中国的年轻人仍然就是面临你买不起房，然后结不起婚，生不起小孩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。所以呢，就是很多年轻人就开始选择躺平这样一个生活态度吧。然后躺平呢，就是说他们不再让自己挣扎在比如说升职啊，赚很多钱啊，然后一定要买房啊，或者一定要买车，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追逐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观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，而是呢超脱于这种状态，就是过自己的生活，不再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。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成功就是要有房有车，然后要有在公司里面要有高的职位等等等等。那他们等于说就是超脱了世俗的眼光，然后活在自己觉得舒服的环境下。那有些人觉得呢，就是躺平是一种超脱的生活态度。因为有些人会这么认为，就是说你追求的物质，追求的金钱，比如说房子车子，它并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幸福，只有就是关注到自己的内心，寻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安宁，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幸福。这是一个想法。但是呢，我个人又觉得，就是如果社会的大环境是竞争非常激烈的，然后是可能房价也是很高的那样一种情况下面，你真的可以做到真正的超脱吗？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。那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呢认为，躺平其实是一种妥协，一种无可奈何，一种放弃吧，一种自我放弃。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你也达不到，所以干脆放弃的这样一个比较
比较 negative 的一种心态。就是可能就是在网上就会有不同的两种声音在说躺平这样一种现象。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在comments 里面给我留言，我也非常想要听到你们的看法。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要记得给我点赞，然后分享我的视频给到大家。一定要记得是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的视频哦。大家努力学习中文吧。